走，快点啊！哎呀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，走，这边，快点！你那被子别忘了带着。哎，好嘞。我不走啊！我不走啊！我就是不想走啊！这下我舍不得呀！老乡，我不走啊！你们这上哪儿啊？谁知道呢？走哪儿算哪儿吧。这位客官不是本地人吧？这都是你的家眷？嗯。俺老子娘死活不搬家，可不搬家怎么成呢？这条黄河呀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把咱们道口的庄稼都吞了。这么说，你的家年年搬？俺老子娘就年年这么闹。今年呢，又有了新说法，说有了这黄河大堤，今年不会过水了，也不用搬家了。那为什么还搬呢？习惯了。你老兄啊，好谨慎会打算。依你看，这新修的大堤能挡住水吗？能。那你为什么还这样担惊受怕呢？吓怕了，习惯了。爹，咱们快走吧。哎，走了啊，走吧，走。听见了，听见了。田文镜在这儿推行新政，又做得过于操切，怎么能不受到人家的非议呢？至理名言，王爷。时候不早了，直奔学府衙门。快走，还得抓紧时间呢。快走吧。不知道啊，看来也不知道。一看，田大人，您还想火上浇油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接受他们的要求，叫他们马上复考。要求？什么要求？你知道啊，何必问我呢？哼，你以为我会答应他们的要求吗？答应免他们的一体当差，让他们休闲吃国家吃百姓。我告诉你，也告诉你们这些居心叵测的人，哼，不要做这个梦了。只要我田文镜在河南一天，士绅就要纳粮，就得当差。就算我田文镜死了，河南也得实行一体当差、一体纳粮。这是皇上的旨意。田大人，什么？宝亲王来了，快去护卫！他掉了一根头发，我砍你们的头！这，哎，田大人，谁给念念写的什么呀？走快，走快！来！来人，扯下来！不知道啊。今天我给你们说个故事。这故事
是李福说给我听的，说是有一家人，祖上几代都没有出一个秀才，到了这一代，做父亲的发了狠心。这一年呢，2个儿子都去参加考试了，剩下2个儿媳妇跟着婆婆在家里蒸酒熬糖、烧菜做饭，等着他们一考取，就大摆酒席，宴请宾朋。大热的天儿，2个媳妇都累得汗流满面。突然，报喜的来了，原来是大儿子考中了。一家人呐，都高兴得不行了。婆婆赶忙跑到厨房里，对大儿媳妇说：“好媳妇，你丈夫考中了啊，快到外边凉快凉快吧。”大儿媳妇解下围裙，到外边凉快去了，只剩下小儿媳妇一个人在厨房里辛苦流泪。等了一会儿，报喜的又来了，原来是小儿子也考中了。小儿媳妇不等婆婆叫，就扔掉了锅铲，解下围裙，大声说道：“我也到外边凉快去喽！”这么大热的天儿，我想你们的媳妇也都在家里等着凉快凉快吧。10年寒窗，一朝高中，快何如之？难道你们就真的这样放弃了自己的功名和家族的厚望？你们不要了功名，难道就不想一想，这不正是伤了父母妻儿的心吗？这不正是令亲者痛，仇者快的事情吗？宝亲王，您讲的都对，但晚生仍然要问：像我们河南这样，就是考上了功名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什么叫功名？功就是为国建功，名就是名垂青史。如果读了书，只想着如何多捞银子、多置地，就是当了官也是贪官。功在哪里？名在何方？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是受不了田大人对读书人的作践。他是怎样作践读书人的？他派差役兵丁赶着读书人去当苦差，这难道不是作践？记下来。这还有什么？你们都说出来吧。田大人一口气把罗振邦等4名进士出身的官员全都参免了，我们不服。还有什么？我们河南人都忍受不了田文镜这样的酷吏，请转奏皇上把他调走。现在我只能回答你们一句：你们的话，我都会如实的转奏皇上。但是，对于你们今天的罢考，我极不赞成。你们想想，一个农夫辛苦的种地，到了收获的时候，他说天上的太阳太大了，地里的庄稼我不收了，行吗？你们辛辛苦苦的读书，到了考试的时候，只因为对官府有些意见，连功名也不要了，行吗？哎呀，说有道理啊！何况朝廷的王法、学院的规矩，都是不允许的。现在，我叫你们立刻复考。凡是现在进考场参加考试的，就既往不咎。若是再有不进考场，甚至继续闹事的，就是和我过不去，和朝廷过不去，立刻革掉生源的功名，按照王法治罪。田文镜、陆生南在。
我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都起来，到考场去。河南生源罢考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北京，立刻在朝野之间引起了震动。田文镜成了世人眼中的罪魁，直隶总督李福、河南学政陆生南上折直谏，一时间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大家签名吧。皇上不能撕，不能撕！皇上，咱大清的皇上是不能撕臣下的。你说什么？咱大清的皇上是不能撕臣下的折子的，这是祖训呐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彭党，李德全，奴才在。叫13爷来处置这件事。这，叫他查一查，看他们还跟谁有联系。这，来，查吧，叫他们查吧。八爷党在哪儿？八爷党在天下人的心里。当初我为什么不叫你们掺和？现在明白了吧？你们一掺和，他们就有了借口打击八爷党；不掺和，他们要面对天下的读书人。记住我的话，先静静地看着，看他怎样对付那些清流。查过了，这些人和巴克他们确实没有什么联系。皇上，臣弟也仔细琢磨过这件事情，这件事很挠头啊。这些人都是清流，其中有很多人还是有名望的清官，比方说李福。皇上，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对田文镜略加惩处啊？不，朕绝不会惩处田文镜。田文镜不是诺敏，不是年羹尧。何况他们这么做，表面上是冲着田文镜，可是骨子里却冲着新政来的，冲着朕来的。可是河南罢考一案震动太大，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清流都给得罪光了吧？任何人
不管谁干扰新政的推行，朕绝不让步，绝不姑息。哪怕是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，朕也在所不惜。您，皇上，我不管你现在听得进去还是听不进去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您还得忍下来呀。有酒吗？给我来一口。阿兰，阿兰，哎，给皇上把酒拿来。算了，朕一个人出去走走。哎，宁愿3岁没娘，不愿5更离床啊！去睡吧。皇上，我来吧。好，很好，你很伶俐啊，啊！
心上一把刀，你知道是个什么字吗？忍字。是忍字。唉，忍是不好受啊。朕知道你每天在侍候朕，也是在忍，是吗？其实，在这个世上，谁都得忍，谁的心上都有一把刀啊！你是皇上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还用得着忍吗？你说的不对啊。比如说，对这些上折子的官员，朕就得忍；再比如说，对允提，朕也得忍。他身为臣子，处处跟朕作对，朕却不能治他的罪，只能让他守灵去。您这也叫忍？把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关在那儿，比死好不了多少。你想回到他身边去，到时候朕会放你回去的。这个字就送给你，咱们都先忍着点儿吧。谢皇上恩赐。怎么，都不说话？不是吵吵着让朕到军机处来议事吗？请问皇上，这百官联名上奏的折子，什么时候能够御批下来？这个折子，朕还在看。是准还是不准，都请皇上早点批了吧。百官们每天都在催，臣等没法跟他们解释。那就不要解释。我大清的祖训，折子是不能留中的。你怎么知道朕要把这些折子留中呢？那您就赶紧批呀！你说说，该怎么批呀？嗨，雷霆雨露莫非天恩，皇上您想怎么批就怎么批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不能把折子给淹喽。朕不想说你们，也不想说那些联名上折子的官员。朝廷已经派宝亲王弘历到河南查访去了，这你们都知道啊。而且百官们也都清楚啊。现在朝廷的钦差都还没回来，就算是田文镜错了，错在哪儿啊？应该怎么处置他呀？总该等弘历回来说清楚了再议吧。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上折子，又这样迫不及待的催促朕要处置田文镜啊？你们解释给朕听听。李德全，奴才在。这份折子朕批一下，你即刻让人送到户部去。光一个河南就够了，云贵不能再乱。皇上这话问不倒我们。田文镜在河南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啊，对，何必非要等到宝亲王回来再做处置？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就再等几天，等宝亲王和刘墨林回京再说。对对对，要是宝亲王也偏袒田文镜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行，
咱们得劝谏宝亲王，让他为天下读书人说话。八爷来了，去说我不在。哟，啊，好悠闲呐！八叔啊，给八叔请安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刚下朝，路过这儿，有一件事，顺便想和你聊一聊。哦，那到屋里坐吧。啊，不了不了，这儿就挺好的。去外面看着，把门关紧，任何人不准进来。这。老三呐，不是八叔我说你，你可不能就这样打发时日啊。侄儿也不想这样，可又能怎么样呢？可人家不这样。你看看弘历，这几年不断的当差，不断的结缘，不到2年的时间，人家就被晋封亲王了。可你这当哥哥的，到现在连个郡王都不是。别说了，八叔。不愿意听，那就振作起来，争口气。八叔，您打小对我好，这我也知道。但侄儿也不是小孩子了，您的心思多少我也知道一点。您就饶过侄儿吧，让侄儿安安生生的过几年快活日子，啊！我说三儿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还能有什么意思？难道八叔要害你不成？张廷禄的供词攥在您手里，要害我，您早就把那个东西捅出去了。你把八叔看得太低了。张廷禄的供词，拿去。八叔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为什么不这样做？啊，谢谢八叔。谢谢八叔。哎呀，三儿，好了，不要扫了，好了。现在你相信你八叔了吧？看你说的，侄儿什么时候不相信您了？既然相信八叔，就听八叔一句话，振作起来，同弘历争。八叔，不是侄儿驳您啊，说句不中听的话，您可不要生气啊。有些事情啊，就要认命。就拿您来说吧，您争了几十年，可是现在又怎么样呢？什么是命？说给八叔听听。弘历是皇爷爷看中的人，太和殿那个位置迟早是他的，这个谁都知道，只是不说而已。同他争啊，哼，我能争得过？照你这么说，现在的皇上就应该是你二大爷，而不是你阿玛。三儿，你和八叔不同，我是过来人，当时有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，也没有一个人指点，因此
好多好多的机会都白白的失去了。可是现在，巴叔的失败就是你的本钱，记住，只要你自己振作起来，就不会重蹈你巴叔的覆辙。你明白吗？巴叔，您为什么要帮我？就是要为了和你阿玛争个输赢。争赢了呢？那你就封我个铁帽子亲王。就这些？三儿，你看你巴叔的头发都白了一半了，像巴叔这样的年纪还有什么念想？哎，其实啊，什么铁帽子不铁帽子亲王的，我根本不在乎。不过我只是想把我前半辈子在我自己身上输掉的，后半辈子从你身上赢回来。不对，一定能赢回来。巴叔，您叫我干什么？洪氏，现在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，敢不敢干？来，洪氏啊，听你巴叔慢慢跟你说。哎，站住！干什么？从别的门进城，今天有要客过，这儿戒严了啊！怎么戒严？我们大老远走到这儿。哎，吉祥！你们都是来接宝亲王的吧？是。四弟，三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啊！来啊，带客人们去休息。四弟，我申时就过来接你们了，知道你们一路辛苦了，这不，让小的们备了酒菜和热水。哎，你们在这歇一宿，明儿个一早咱们一同进城。怕朝阳门码头少不了官员接你呢。不至于吧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走。他们为什么要接我？对，翰林院、督察院、国子监，还有6部的文官都会来接你。这么大的排场，是皇阿玛的旨意吗？不是，是他们啊，自发的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还不是为了参倒田文镜，想让你说话。这可是不正常，是不是？我也这么想。他们上百人联名上折子，又都是清流，这股气势，像是不扳倒田文镜，他们绝不罢休。皇阿玛呢？他老人家是个什么态度啊？皇阿玛也是没办法，说是等你回来再做决定。三哥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四弟，我是担心你，这才在这儿等你，给你报个信儿。你可要拿定个主意啊！四弟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不用我多说。这边是整个朝廷的文官，他们后面是普天下的读书人，而那边呢，就一个田文镜，就是瞎子也知道谁输谁赢啊！多谢三哥的提醒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记住，宁愿得罪一个田文镜，也不要得罪了普天下的读书人。天快亮了，咱们睡2个时辰。好，明早一起进城。弘历啊，朕好难呐，朕实在是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放下义气，替国家想想，替朕想想，非要为了少数人的私利阻挠新政呢？皇阿玛，儿臣认为，新政绝不能停止，
田文镜就是有错，为了新政，也绝不能处置他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阿玛心里就踏实多了。苟利社稷，虽千万人勿往矣。让儿臣跟他们去斗，就是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，儿臣一个人担下来。起来，坐下，听阿玛跟你说。你皇爷爷病天的时候，曾经对你阿玛说过，他毕生的遗憾，就是明明知道该整顿吏治，推行新政，却没有这么做，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你阿玛。阿玛不能再带着这个遗憾，把祖宗的江山社稷留给后人。要得罪人，要留下骂名，你阿玛一个人担起来。你记住啊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读书人。在这方面，你要学你皇爷爷，不要学你阿玛。皇阿玛，我懂了。臣等恭请圣安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今天叫你们来，是就田文镜的事，给你们一个答复。刘墨林，臣在。你刚从河南回来，你来回答他们的问话。这。三位大人，请问吧。请问河南的生源为什么罢考？表面上是因为田文镜罢免了罗振邦他们，实际上是反对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。他们为什么反对一体当差一体纳粮？是因为新政本身不好，还是因为田文镜试行新政有偏差？李大人问这话，我无法回答。但是我这儿有一个价目表，是我和宝亲王详查得来的。我给皇上和众位大人念念。念，你念。这是河南这几年的粮价和百货价的对比。田文镜到河南以前，那儿的粮价最高是6500，最低的时候也是5000。田文镜到任的第1年就降到了4500，第2年降到了3700，今年是3400。来。让朕想想，3400，这不和江南丰年时候的米价一样了吗？皇上圣明，正是这样。念吧，接着念。除此以外，市场上的绸缎、布匹、竹器，还有油、醋、柴、茶、青菜的价钱，都比原来低了1半。还有，河南的黄河大堤也基本竣工，臣和宝亲王一路都是沿着大堤走的，修得十分坚固。今年的夏汛洪水很大，却没有1亩田土被淹，也没有一个灾民外流。好了，刚才你们也都听到了，朝廷委任官吏管理地方
是为什么呀？就是为了国计民生。朕在河南实行一体当差、一体纳粮的新政是为什么呀？也是为了国计民生。田文镜就任河南总督以来，为地方、为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，啊，怎么这些折子里面没有一个人提到啊？啊，反而有那么多人要参他，朕实在是不明白啊！究竟什么样的官才算好官呢？啊？好了，现在河南的生源都复考了，至于为什么罢考，朕慢慢会去查。啊，这是你们参课田文镜的折子，朕现在退还给你们，望你们端正心思，不要意气用事。另外呢，回去跟这些联名上折子的官员说一声，不要再闹了。皇上。